于福地专业户舍蒋欣其谁？9年前心疼樊胜美，9年后心疼许之夏。可惜角色间不能串剧，否则华妃娘娘不得上来一句：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不如送弟弟们去慎刑司采撷。传报公诸于料，传媒开始爆料。大家好，这里是一大船鱼哇！蒋欣的新剧四喜大家看了没？姐这次继福哥魔后又演了个伏地魔，徒儿又演了一个。9年前被哥哥吸血的樊胜美，传媒还没走出来呢。但比起一直单方面被吸血的樊胜美，许之夏要好上许多，有个疼爱自己的老公。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婆婆是不咋地，在自己生完孩子需要人照顾时，前妻生的孩子是女儿，婆婆不愿意帮忙。为了不帮忙，已经退休的婆婆甚至要自己重新找份工作，使许之夏的妈妈主动过来帮忙带孩子，甚至给她提供资金上的援助，让她可以买些保健品补补。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您给我出钱呀。你要现在还给我出钱，我还买啊！因为传媒有个同事就和许之夏一样，怀孕后婆婆不帮忙带娃，妈妈也帮不上忙，直到现在还在家做全职妈妈，没办法出来工作。所以剧里虽然没明说，许之夏的妈妈肯定是帮她带了几年时间的娃，不然她也没办法那么快重返职场。至于同样是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出来的孩子，为什么许之夏境况会比樊胜美好一些，没有一直被吸血？传媒猜测呀，主要归功于这个耀祖年纪小。许之夏结婚生子前，弟弟许之东年纪还小，父母完全可以接济过来。但随着弟弟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买房钱彩礼一下子压得家里喘不过气儿，再加上又找到了妹妹，一家子往外求的需求量更大了。许之夏这个做长姐的就成为了父母最先牺牲的对象。不巧的是，许之夏现在也进入了人生的分岔路口，怀了老二，家里的房住不下，需要换到更大的房子里，资金非常紧张，许之夏也需要向外求援。最需要家里帮忙时，却发现妈妈心思全放在了弟弟以及刚找回来的妹妹那里。你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呢，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不忙？于是他崩溃了，但他敢直面向母亲诉说自己的不满。所以当初就应该把我送出去啊，让沈明珠做老大呀。自从找到这个沈明珠，您有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吗？我怀孕到现在，您就从外婆的坟头上给我拿了这么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从女儿这里借不到钱，许家父母也意识到自己不对，许父便又做了份兼职，为此还差点出了车祸。你在这。站住！站住！别跑！可以说许之夏和家里有矛盾，但严重程度相比樊胜美强上许多，所以最后他还是拿出了40万接济家里。之夏，钱妈妈收到了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弟弟把这钱还给你。樊胜美就不同了，家里的耀祖是哥哥，他的人生轨迹注定要先樊胜美一步，所以樊胜美的人生从出生起就一直是被吸血的状态，甚至就连他自己也被原生家庭 PUA 到，我只有一直为家里输血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樊胜美本人是非常争气的，从小镇做题家考上了上海的211，家里不提供学费，樊胜美就自己打工供自己上完了大学，毕业后还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放到别人身上，原生家庭这么差，从考上大学那刻起就该和家里做切割，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樊胜美被家里 PUA 的太狠了，明知道一直被家里吸血不正常，还一直为家里汇钱。哥哥在他赞助下娶了媳妇，生了娃，甚至买房的钱也要他掏。你们把我哥的房过到我名下，不然我1分钱都不会给他出。什么？小美啊，你的钱都是给我们，不是给你哥的。我们俩怎么花怎么用，你不用过问。反观樊胜美呢，毕业这么多年没有积蓄不说，搞个对象还那么自卑，害怕男生发现自己原生家庭那么糟糕，房子就更不用说了，在上海租个1000块的房子都要被父母吐槽浪费钱，这可是上海，房租多贵，每个沪漂都知道。你住这么高级的房子，那一个月浪费多少钱了？啊，你小声点，我是跟别人合租的，一个月也就1000来块钱。有1000块钱还不贵了？都花钱在宿舍你不去住，到这里住这么贵的房子，你别再跟我说宿舍的事情，我现在根本住不了宿舍，我连买得起。还好他有一伙好室友，帮他脱离了吸血的原生家庭，日子越过越好。不管是许之夏还是樊胜美，他们痛苦的根源就是源于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这也是不能串剧，不然备受哥哥宠爱的华妃不得给这俩家庭的耀祖都送上一丈红臭气呀。最后的最后，传媒感慨一下，蒋欣的演技也实在太好了，既演得了被万千宠爱的宠妃，也能驾驭被耀祖吸血的窝囊姐窝囊妹，还让人不觉得烦，只会为角色心疼，这真的就是天赋吧。